昆曲 Town Opera 原名昆山腔，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昆曲发源于14世纪中国的苏州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自明代中叶以来，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昆曲糅合了唱念做打、舞蹈及武术等，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是被誉为百戏之祖的南戏系统下之一的曲种。昆曲以鼓、板控制演唱节奏，以曲笛、三弦等为主要伴奏乐器，其唱念语音为中州韵。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中国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19个国家之一。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8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北京大学为昆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昆山腔开始指示民间的清曲、小唱，其流布区域开始只限于苏州一带。到了万历年间，便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万历末年还流入北京。这样，昆山腔便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昆曲是明朝中叶至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其实，无锡昆曲社对昆曲起到了繁荣推广的作用。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昆曲的表演也有它独特的体系风格，它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在语言上，根据丑、妇两类角色的念白特色，该剧种通常可分为南昆和北昆。南昆以苏州白和扬州白为主，北昆以大都韵白和京白为主。昆曲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剧种如晋剧、蒲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越剧、闽剧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哺育和滋养。昆曲中的许多剧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曲牌则有许多与宋词元曲相同，这为昆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昆曲作家和音乐家。这其中梁辰瑜、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李煜、李渔、叶雅等都是中国戏曲和文学史上的杰出代表。从昆曲的历史发展上看，18世纪之前的400年是昆曲逐渐成熟并日趋鼎盛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昆曲一直以一种完美的表现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世间的万般风情。正是这种富丽华美的演出氛围、附庸风雅的刻意追求，使得昆曲日益走向文雅、繁难的境地。18世纪后期，地方戏开始兴起，他们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演出格局，戏曲的发展也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过渡，昆曲至此开始走下坡路。19世纪中叶，京剧兴起，昆曲败落之势更显，许多昆曲艺人转行演出流行的京剧。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力扶持和振兴中国传统的戏曲事业，昆曲才有幸得以重获新生。1956年，浙江昆剧团改编演出的15贯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周恩来总理曾感慨地说，一出戏就活了一个剧种之后，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恢复了昆曲剧团。